嗨，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 MAD 的小江老师。我现在讲话都会咬到舌头，不知道为什么。我跟你们讲，最近有一个话题我还是想跟大家讨论，尤其是我每次跟佘先生讨论的时候，都会非常的激烈。到底沙漏算不算改造的一种？其实像我上次把那个飞翼的这个背包，RG 的背包装在 HG， 因为我是整组拔下来斗上去沿用，所以它会有一些这种线条比例上可能不够融洽的地方。但是我觉得它还是一种改造的方式，只是说我们并没有把它不和谐的地方处理的和谐一点。那如果我们可以把它处理的和谐一点，其实我还是坚信沙漏是一种有效率的改造方式。那如果各位还是不相信，那我这里呢有各种比例的这个裂膜的套件，甚至是不同类型，有一般的裂膜，有天狼型的裂膜，有天狼型的裂膜。我是不是那个老人家不是讲话后来慢慢变迟缓，然后变不顺，那个是什么？阿兹海默症是吗？应该是。那个是。我现在就倒出来给大家看，这里有这么多种不同的材料。我们现在来看它有没有办法组成一支全新的裂膜。那大家现在看到这里就是一堆的沙漏。那这种沙漏里面呢，我现在要来考大家了。好，我们现在把镜头拉远。我现在要考大家对于裂膜这个套件熟不熟悉？你必须讲出它是，譬如说 NG 还是1:100，还是 RG， 还是 SDCS， 还是1:140 HG。反正你要讲出规格，规格就是 NG、HG、RG、SDS， 它是哪一个系列，你只要写出它的规格。再来呢，你把套件，譬如说它是 MG 裂膜，就是一般版本，或者是说天狼王形态的裂膜。我现在会拿3个套件、3个零件给你们看，你要同时回答，你要在这个一个框框里面一次回答3个都中的才会中这3题都能答对，我觉得已经是对裂膜有非常深的热爱。这时候你 NG 裂膜一台，阿芝做那一台，刚才那台是我要的。请问这颗头是哪一盒套件的头？可以拍近一点给大家看这是第1颗这是第1个零件而已3个3个零件请问这个前臂是哪一个规格套件里面的前手臂？好，再来一个好，来一个简单一点点的这个可以，这个是哪一个形态你要写什么形态的谁的背包好，就这3个零件，哪一盒里面的头？哪一盒里面的前臂跟哪一盒里面的背包，这些都是裂膜，但是它有不同形态的。你们能答得出来，我真的觉得很厉害。如果说在首播都还没有人中，因为我们等一下介绍会有10几20分钟，你们可以慢慢查。如果你们首播真的都没有人猜中，到时候就去留言，我们会去留言里面挑中的人送。那个时候就是看我们自己先看到谁留言，就不是首播抢。那说不定现在已经有人中，不一定。我觉得这个实在是非常的刺激。那这些散的这些零件你看这么多不同规格、不同比例的东西在一起，它到底能不能组成一支全新形态的裂膜？那我们现在就组给大家看。
大家看到这个沙漏拼装起来的这个超3裂模，有没有吓呆了？据我所知哈，这是用了这个7盒的套件。你看哦，它这样子像一个单独的一个这样子的本体，然后好像有一些外装甲，就是完全符它设计的，甚至连这个超3悟空的这个头发接上去啊，都接得这么棒。当然这样子你需要有非常有经验的沙漏经验。当然，这样子你需要有非常多的沙漏的经验，然后你才可以把这么多不同的这个机体改造成一台全新的超3裂模。有没有听到？有很多沙漏的经验，才可以把这些东西改造成超3裂模。所以沙漏就是改造的一种。人家杀的比较好，改的比较好，就会长这样。那我前面的那一种就是比较混的一个改法，但是大家就是善用这些套件的拼装，其实你可以拼出一个全新的一个类型。像我们之前那个冠豪，它也可以用很多的不同的零件，做出一只马，做出一只新的机器人啊，新的这个暴龙。好，那这一集的重点其实不只要来探讨说这个沙漏的问题啦，而是说每一盒套件。为什么有人不喜欢用拼装的方式？当然，首先你要拼装，你必须要很有经验，你必须完美的融合这些零件，你必须创造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比例，然后去想它的姿态，去想它最后的样子。如果那个经验比较少，你是不可能做出这个东西的。尤其是像我这种类型，因为我的专注的面一直是在怎么把零件的表面刻线啊、精致化啊。做到很细心的、很细腻的那种改造，但是当你要创作的时候，你需要大胆的去融合这些元素。那每一个人擅长的部分、专业的部分会不一样，所以像我们这个刘仁志，他也是阿志，叫做阿志都很强。然后他把这个沙漏杀好以后，那到我这边擅长的竟然是精修细腻的一个改造，精修师跟沙漏改造师，我们就可以做一个结合，人与人之间的结合。他改完我就告诉各位我做了哪一些东西，让他改的东西结合度更高，达到这个沙漏的改造的最高境界。我们现在就来一一的介绍给大家看。首先呢，我跟各位介绍一下第一个最基础的处理，我还是先做了这个整条手的这个刻线加深。那刻线加深完以后呢，你就会发现不同的零件上面它细节的程度是不一样的。那为了让所有的零件做一个融合，我使用了一些技巧。第一个技巧呢，就是我做了这个圆形的这种改套。我把这个改套塞进来以后，然后它会与下方的这个扣，我也是用了这个一致的这个改套，就会让人家感觉，这个2个零件都有这种圆形圆柱的这种特征。那第二个呢，我在这里钻了一个小孔，我到时候会塞10颗片。那么我们就有一些圆形的这种要素，把几个零件可以连接在一起。那么再来呢，我们善用了一些短刻线，例如说这个手掌上面，它本来是没有这个短刻线的，像这个手掌，它一开始它是很竖的，那么我们只要很简单的新增2条短刻线，然后呢，我们也在它的这个上臂，就是这里做了2个我很喜欢的这个短刻线。那再来呢，转过来这个面上臂的这个部分，我这里则是做了2个这个凹槽，也就是说一些方形的特征，还有这里也是做了一个挖下去的凹槽。那这些凹槽做好以后，你就可以让本来细节程度落差比较大的，让它看起来像一整只手，或者是说，即便它是原本一起的套件，但是我们呢也做了一些相对细腻的改造。那么你从最上面看到最下面，你就会觉得它是一体的。那手背的部分讲完了我们讲一下比较靠近肩膀这个位置那它是用了这个不同零件的一个堆叠。那首先呢，这些零件它当时在射出的时候，可能就会有一些落差了，就是你看它当时这个圆圆的这个特征已经不见了，这里其实是有一个圆的，有一个很浅的圆这边。那我们在喷灰以后，好像有，好像没有。那把这个细节牺牲掉了是非常可惜的。
所以呢，我们做了一个动作，我们用我们这个雷龙的一个改造设备，把它改了一个圆上去。那这个圆改上去以后，我在旁边故意再挖了一个这个短的凹槽。那你看这个圆就跟我们刚刚的手臂的这些圆形的这些东西，它是互相呼应的。你可以把所有不同的零件，因为上面有一样细致的改造，这些东西呢就有机会结合起来。那么你看它这里，有这种刻线，这边也有一些这种刻线。那这里我也进行了这个刻线加深。那在这个地方呢，这个肩胛这边本来很空，你看我就做了一条，也是类似这样的刻线，这边一样用方形的短刻线来连接。那么做了以上这些动作呢，这整条手臂当我们再次喷灰、再次检验、再次细修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把所有不同盒的零件合在一起，变成看起来原本就是有这么一条手的设定。这个就是必须借由这个沙漏拼装改造师结合精修师，我们就可以再次完成一个完美的这个水乳交融，你侬我侬。好，我们现在来讲下一个部分。那这个是脸部的部分因为这个脸我还没有做细致的一个改造，可是大家你可以看到这个天线我已经做了短刻线了。那这个刻线加深，它会让整体的结构都变多、变明显。所以你看这个底下的刻线加深，还有它内构我都有做加深。那这整个锐利度都会做一个提升。如果到时候不够，我还是会用相同的元素来做一个汇整融合。那当然这个悟空超商这个悟空的头发它这个分件方式真的是有够要求就是每一个你都要做无缝。那我现在只有做第一次。接下来会有很多沟没做好的，我必须把它全部做好。我那时候做一做，我一度以为我在做凤梨的模型，就是这个很像凤梨最上面那个，还是什么植物的这个。那头部的部分之前还有一些它是用这种粘土先暂时固定的，我都做了这个打拼，可以重新的联合打拼开孔。那么我们接下来讲一下腿部的改造。好，我们先看这个红色的这个部分它是一个猎魔非常重要的灵魂特征，毕竟它是狼王嘛那这个狼，我这里就有一个脚趾头，我这里做了一个刻线，把它的前面跟后面做了一个很明显的一个分开，因为这是脚掌，这个是脚趾头。那脚趾头我们会有指甲。所以我这里做了一个刻线，让这个感觉有2层，感觉这一层是可以打开的，那里面或许就会有它的肉一些骨架，所以这个就是第一个结合的，跟上半身它是呼应的就是用刻线的方式。那再来呢，这个后半端这个高跟鞋的地方，那它原本呢这里全部都是竖的，所以你看我这里先做短刻线，这里要塞圆形改套。这里做了刻线，跟前面还有跟上面的零件呼应。那么你可以看到猎魔它有很多这种凹下去的细节，就是这里会凹下去，突然会有一个地方凹下去，或者是说我们来看这一块装甲，这里突然凹了一个平面，这个凹下去也是一种改造特征嘛。还有这里这个膝盖呢，它就会突然有一个凹下去一个平面，凹下去的一些细节。那么我们自己挖了一个这个凹槽。让它原本整个这个白白素素的零件可以跟上面匹配一点。还有就是它的前脚盖出现了一个异常凸起的一个方块。那么这个方块它一定有功能，在它机体设定，它或许是一个进气孔，或许是一个防护盖，或者是一个保护脚踝的一个东西。但是它的造型呢，跟上面的这种膝盖这种独立式的装甲堆叠就不一样。所以呢，我还是用了一样的方式我后面就把它做了一个完整的补强，然后这些补强补回来以后呢，它就会感觉是类似上面的这种胶板堆叠的一个特征，那么整体的融合度呢就会再更高一点。你们看膝盖的部分我这里一样做了这个2条短短的刻线。你们不要看这个短刻线貌似没有什么屁用，但是事实上这就是让整体所有的零件结合起来的那一个，就是把这些琐碎的零件，把这7盒几百片的零件，本来是散落在世界上各地，然后最后可以连接在一起的那个名词，
叫什么？核心吗？看词穷哎，我们这个频道竟然没有想得出2个字可以。灵魂，哦，这个是非常重要的灵魂。好，所以你可以看到它原件的设计哈，本来就有这种胶板的堆叠跟挖这个开口，然后呢，你看我这里用短刻线，然后这个凹槽呢本来不够平整，我用了这个宽刀哦，把它推下去以后，再把它刮平，然后一样配这个嘛哈，这个圆形是我预先想要故意藏在这里的一个大的圆形改套。那你有没有注意到这个圆形的改套，它是有1/3我是被藏起来的，被藏在这个装甲后面。在构图里面，这个叫做破坏性构图。我很喜欢做这件事情，就是理论上你要看到一个完整的圆，结果它却缺失了。那破坏性的构图，如果你用的适当，而且不要太多，它其实会是一个非常有魅力、迷人的地方。就像一个女生摆出了一个非常性感的姿势，有些东西看得到，有些东西看不到。那你很想看到那个东西，可是它又看不到的那个角度是最好看的。再来有一些非常基础的一些处理连续性的这种零件堆叠，这个间隙它一定会有一些瑕疵，所以无论是胶水溢出来，或者是说有空洞，我们把它补起来，它的这个状况呢，在它的脚底下，这个也是阿志蛮厉害的地方，他用了这种连续性的这种堆叠，让它的这个装甲基层看起来非常的厉害。可是，在这些基层的地方它一定会有一些瑕疵，所以我用光固化把那些洞补起来了。那补起来以后照干，照干以后我们再来刻线打磨，那它就会变成一个非常完整的一个连续性。我们再用刻线把每一层装甲它的临界点分边处非常明确的把它勾勒出来，那它就会变成一个非常精准细腻的作品。大家看完这一集首先我们跟大家讲一个观念，讲一个观念，完蛋了啦，得斗坏掉了啦。首先呢，看完这一集，我们是要跟大家讲一个正确的观念，改造的方式千百种，你不要觉得精修是唯一的一种方式，你也不要去攻击说沙漏是不对的。反正我觉得每一个玩法都有它的专家，都有它的特色在。我们这一次做这个结合，就是希望我们最后呢能把这个超3裂模做一个非常完美的一个呈现跟示范。如果你喜欢这一集，那请你一定要这个帮我们点赞、订阅、跟留言、跟敲碗，那我就会持续的努力的把这个另外一边改造完成、精修完成，喷漆上色给大家看。那如果都没有人要理我的话，就代表说，这一集可以到此为止，就这样结束。我也非常轻松，这样子人家会很堵人吗？就看谁比较堵人，跟谁比较堵人？那我们都不要堵拦对方嘛，我们来互相鼓励对方嘛。我鼓励你留言，然后你鼓励我把它做完。那这个第1集结束，我们就来第2集，然后超3悟空猎魔结束，我们或许可以来做一个这个火影忍者里面漩涡鸣人的这个漩涡鸣人莎比，好像不搭，反正就是我们接下来会有一系列，就是我们用动漫的这些很红的动漫角色跟钢弹的元素做一个结合。觉得这个系列我自己很期待，因为其实我们已经在进行下一个，然后我叫那个游人志他要保密，然后等到我们这个企划完成以后，就会马上进行下一个。我已经看到隐隐约约的一个图了，给你们码一下。今天送2个奖品，第一个奖品就是刚刚有猜到这个猎魔的，我们就送他1盒 NG 猎魔。第2个奖品我刚刚给了你们一张照片，请问他是哪一部卡通里面的哪一个角色？它叫什么名字？而我们现在用的这个钢弹的头盔是哪一只钢弹的头盔？你只要讲对钢弹就可以，你不用讲对它的规格。我们现在用的这个头发跟哪一个钢弹结合在一起？有看到哈？有看到？真的看得出来吗？真的看得出来，有在玩的一定猜得到。而且我跟你讲，现在因为是首播，我再讲1分钟的话就好了，因为我要让你们猜中，所以我逼不得已得多讲一下下。
这个东西哈，事实上我发现，除了它把这个拼凑起来非常的痛苦以外，因为它必须做了很多这个连土的这个衔接。我当时一收到的时候，我觉得这么小只哦，我应该1个礼拜就可以改完、上完、涂装完了吧？结果非常辛苦的，我们改了大概10几20天吧，目前大概完成了1半左右的改造。所以真的啦哈，如果你们想看，你们就把它好好的做完啊，那是我的事。好好的继续的支持我们频道。你看我最后一个，它连在这个腿部的这个背后哦，这么不起眼的位置，我都做了2个短刻线。然后呢，这里我也做了一个非常长的一个这个刻线细节，到时候可以做不同的跳色。我刻意的留了一些空白处，就是以后可以贴水贴的位置。大家改造也不用说改好改满，改到整个零件都没有任何的空间可以去做水贴。好，这一期节目就到这边。喜欢我们的节目，请帮我们点一个订赞，下次见，拜拜。真的没有想到有一天我也会成为这个沙漏大师哎！我竟然可以把7个套件融合的这么完美。哇，这个是阿志由人之合的。可是你看，透过我这样子稍微的这个点缀修饰一下，就好像犹如真的有出这一款超商悟空的套件，我觉得帅爆了。而且你知道最特别的是什么吗？全世界只有1台 ，Only One。好，所以我个人感到非常的幸福，非常的快乐。那有一件事情我要跟各位朋友说哈，就是像这个沙漏拼装，它需要很多的经验。那个阿志他就是一直着重在这个地方的修炼因为他要很多盒沙漏，所以他的钱都拿去买那个沙漏件。结果他那个斜口钳就用那种比较一般的斜口钳，然后剪下去以后就会把那个注料口拉扯，然后这个拉扯以后就会这样嘣，就会破一个洞，然后产生了一些破孔。那这些破孔，你实际上车的时候是看得到的，就是它那里就会沉下去有一个洞，然后或者是说有不规则的洞。那当有这些不规则的洞以后我们必须把这个洞挖开，或者是边角切掉，然后填黑胶去补。那填黑胶去补，有时候要补1次，有时候要补2次，它才会完全的补好。所以不管你是要宿主直做改造进阶改造、沙漏改造、拼装改造，或者是单纯的租起来玩，我都强烈的推荐各位稍微存一点点钱，买一把600多块的单刃斜筒钳。那如果你现在买不到，就赶快去预约，因为那个东西是必需品。这边提醒大家，因为你都已经改得这么好，结果有一些这个小注料口要去修理，那就会浪费一点时间。那阿志我已经送2把新的给他，那还没买的请支持一下啦。这一集就到这边，谢谢，拜拜。